我本来想视频开头说，我给忘了，所以只能补录一段放在开头了。明天还会更新，明天就是评测宋拓那块手表的视频，大家可以看看。反正现在运动手表的品牌就这些，然后我有幸能每一款现在都试了一试，还是挺不错。期待厂商们能有更好的表现吧。我仍然觉得电池是阻碍人类进步的最大的一道坎儿，跨过去也许世界就不一样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前面这位跑者，看他左手后边大臂，这位就是如果没猜错就是大黑先生给我介绍的那位。因为上次见面是正面，但是体态、发型、发色我能看出来，年纪比大黑先生还大，已经退休了，现在1天2练，成绩也还行。但是就是那次我跟大家提到那位，就是我猜应该是1型糖尿病，我猜呀，不一定准。他左手戴那就是雅培那个实时血糖，大黑先生说他一天给自己打3次胰岛素那种。就是跑步不是治疗疾病的良药，跑步可能能让身体更强壮。那李总，还有为吗？但是绝对是让人保持一个好状态的好办法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7月20号星期六，周末了。今天更热了。今天出门的时候，气温27度，湿度特别大。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。另外，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点半，咱们直播间见，好吗？昨天节目大家看了吗？昨天节目用了好长时间制作，因为录音录了好多遍，总是觉得说的特别零散，因为细节的事儿太多了。不过后来我们也琢磨，其实真的到细枝末节的地方，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人想听，因为不是太多人想去参赛，或者几乎很少有可能专程飞一趟北海道从其他国家去参赛。我也看见过外籍选手在赛道上，但是挺少的。在74公里那儿碰见那位讲中文的人，应该也是华人，在这边生活的，或者在这边工作。今晚回评论啊，准备了内容，一会儿咱们聊。咱们早点开始，太热了，怕一会儿状态不好。昨天跑到最后都不行了，21公里不补水嘛，冬天不补。因为每个人看待一个距离的长度感觉不一样。你看我总跑21公里，我觉得21公里不长。像以前我也觉得21公里是个特大的挑战，那时候参加完一场半马比赛，就跟我现在参加完100公里似的，我得吃好多喝好多，然后休息特别多，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，多跑就好了。夏天的时候在北京有1半以上的时候我也不补，因为我跑得早，像北方城市早晚温差大，北京早上没有这么热，也没有这个湿度。这儿不行，这儿现在想让自己舒服点的话，可能6公里到8公里，我就得在那水管子喝一口水，一次不能喝太多，一次喝太多，那在胃里不舒服。那夏天跑步的小伙伴一定得补水，安全第一，好吗？一些小伙伴说要跑
2025年的东京和名古屋，期待能偶遇。名古屋应该不行，东京现在我也等官方的报名开始，就是只能是普通抽签，没有任何其他渠道。东京马拉松中签率差不多10%到15%，现在如果抽中就去，而且肯定能偶遇，而且呢肯定是我轻松跑拍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22号就是后天大阪马拉松对大阪市民居民开始报名，就是你在这儿居住的地址在这儿登记的。但是呢是2个条件，一个条件是先到先得，好像是1500个名额。第二个条件是要成绩，今年成绩还提升了。去年我记得我的年龄组是3小时10，今年是3小时。您如果有2010年，不是2010年，抱歉，2021年几月几号我忘了，它一说明，在那之后3小时以内的成绩，我这个年龄段男子，并且是大阪居民，然后呢又在前这么多名额之内报名，就100%锁定名额。不过呢，大阪马拉松是明年的一个周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周一那天是他们的一个休息日，所以比赛又从周日变到了周一。然后东京马拉松是下一周的周日，也就是说是一个只有6天周的背靠背，所以东京肯定就不能拼了。因为再怎么说，大阪还是要努力跑一跑的，因为毕竟从我家到起点就3公里不到，比那时候住东三环去天安门还近呢。就努力好好跑一个。所以中了咱们就偶遇好吗？有时候比赛对我来说，大比赛跟小伙伴们聊的少，就是因为比赛准备其实还是挺耗心耗力的，有时候心情就不在那儿。所以大家应该也有过这种，就是你在全心全力准备一个事儿的时候，你的心思不在别的地儿，没有其他意思。下一位，我看了一个跟拍的无人机，不知道行不行。这儿风有点大，我稍微大点声，大家有风到抱歉。无人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电池，就是现在跟拍这个事儿不难，大家做的都挺好，但是呢，你拍半个小时没电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谁回收它呀？对吧？我跑到一半它没电了，然后把它收纳起来装包里背着跑，可能也不现实。所以要拿无人机拍跑步呢，就只能是2个人，有人跟着拍。拍完以后就拍摄的人收纳。我看也有那种特小的，就是托在手掌上，但是我可能还是暂时不考虑，无人机都拍别的用。下一位，用新的英达360的高驰兼容的仪表盘，那时间轴对不上，这我跟英达360的小伙伴们反馈了。这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给一个手动调的功能，就是让数据层延迟或者提前多少时间，全靠那种自动模式。我觉得目前人类技术可能做不到，因为时间差这个事儿不可避免。您等更新，想减少这个误差的办法就是您起跑之前把相机的时间调对，就连接手机的蓝牙，让手机给它授时。
保险一点，您可以拍一段看看文件创建的时间，精确到秒，甚至可能像我的影片都精确到毫秒，就一般都精确到100毫秒。抱歉啊，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时候？另外剪辑的时候呢，你拐弯的时候，尤其那种很好分辨的直角弯的时候，如果你的仪表盘上有地图有轨迹，你把这段剪掉，要不然你拐了轨迹没拐就尴尬，是不是？但是不得不说，这个模式出现让好多原来没有能力做数据层的小伙伴们都能做了。所以就是那天我说的，面向人群不同，这没办法。这就跟你要不会做饭，只会用微波炉或者只会水煮，那你注定是吃不着松鼠桂鱼的。那需求不一样，对吧？下一个，跑阈值怎么知道自己的阈值配速？其实网上有好多这种表可以查，就是你的半马成绩、全马成绩对应一个阈值配速。但是呢，这种是这样，您还问这个问题呢，就说明您可能成绩还不是特别的尖端。这种表呢是越尖端，就是水平越高的人，这种东西越准。就像手表那种成绩预测，你看像现在对我来说就很准。但是您要是全程马拉松跑4个小时，或者跑4个半小时，那这种东西就不准，不确定性太多，手表也不知道你要走多久，对不对？所以抽样的样本也不准，因为这些都是抽样调查归纳出来的。快的人基本都一样，慢的人各有慢的原因。而且呢，你看我跑阈值，我到最后冲进3分30，那也不叫阈值了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强度课，无论是间歇变速还是什么阈值也好，我觉得就全力以赴达到还能跑下一组的状态就 OK 了。你说我真的比我的目标配速快了5秒就没有训练效果吗？肯定不是。对普通人不用那么科学，别想太多。下一个是关于昨天视频的，观赛能不能骑自行车跟一段电动自行车。其实没人管，但是组委会明确说了不允许，就任何的陪跑都不允许，你就算跟着跑都不行。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有可能会被取消成绩，如果有人拍到、有人举报或者被裁判员看到，但是裁判员都好久才出现一个。你说有这样的吗？肯定也有，因为我看到路边好多停着的车，然后往下搬一箱一箱的可乐什么的，那应该都是应援的亲朋好友。但是呢，他们应援的小伙伴们都是来参与来玩的，可能甚至都不一定在规定关门时间内完成的。那组委会也就无所谓，就跟咱们的城市马拉松一样。你看跑伦敦、跑柏林都有私补，就是周围的住户搬一桌子，弄什么软糖什么的，也都拿着吃。你不会因为这就把你成绩取消了。但是对100公里这种比赛，我还是心存敬畏。我觉得遵守规则。组委会说的不允许，还有一个就是不允许提供就是按摩和外来的食品饮品，就你不能吃别人给你递的东西，然后不能接受按摩，其他的呢都是灰色地带。因为我问组委会，我说能不能让家人给我递个相机，虽然最后没有用到，就没有让家人递，但是我还是问了，组委会说这是个灰色地带，你递了也没事，但是最好不，我就没递。下一个啊，说能量胶，等渗的能量胶好。这看您怎么说。等渗能量胶可能在训练中会稍微好一点，
但是比赛中不合适，太沉了，太大了。除非您是专业运动员。说到这儿，我还有个失误，我不是有3个自备饮料吗？在100公里的时候，我应该在自备饮料上用胶带粘能量胶，这样我可以少带2个。没想到我忘了，那2天真的就是注意力根本就不在这个上，脑子都乱了。就像那天冲那3瓶自备饮料，小伙伴们说，那先冲了，然后冲一个浓点的溶液，然后分到3个里就平均了。我说对呀，那当时根本就没往那儿想。下一个，能量胶能不能带到日本？我还真不知道。但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因为我印象中2016年我来跑东京马拉松是自己带的，因为那时候对日本还不熟呢，不敢到这儿再买。但是其实如果您跑比赛来，就在博览会买就行了。像我吃的那个品牌，就这边比较有名的品牌，差不多合人民币10块钱一条，一场比赛不差那一点。那万一搁箱子里，路上挤爆了，你到了酒店一打开箱子，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对不对？但是那次北京马拉松，我见识到了那个特贵的 M 开头的能量胶，我带的那个能量胶，往壁道里塞的时候，在广场上你一边走一边塞，掉地下了。就正好后边跑过来一个人在热身，一脚踩上去了，我心想完蛋。后来一看，我居然没有坏，不知道是赶巧了还是都这样，别的我也没试过。下一个，特别热，说要降低成绩的预期怎么办？因为有小伙伴说，去跑台北马拉松很可能是高温高湿，就在现在入夏以后根本就没法练，觉得退步特明显。我说，就特冷和特热的时候，运动表现都会下降，它并不代表你比赛的能力。坦然接受，你看我现在的时候跑不动，那真的特别跑不动，巨累。感觉身上的汗都可以挤出来，就随便一挤全是水。我跑完这圈得去喝水。到夏天就是尽可能坚持住跑量，不要下降太多，最好不下降，把强度课做好。实在顶不住就减少长距离，就多减一点，本身要适当减少。像我现在这个体感，就跟我冬天跑差不多4分10一样，都有点迈不动步。好，最后一个强度课之后，冷身跑多远合适？你到家多远就跑多远，没那么严格和精确。跑步这事儿就是迈开腿跑出去，然后就等待收获，等待水到渠成。看这坡我刚跑了6公里多，我冲不上去。像原来我在北京跑强度课，跑完以后差不多还有将近10公里才到家，就随便跑回去。那这边我老说4公里冷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集合点就离我们家4公里，没有任何其他原因。你要是跑完就到家门口了，不冷身也没事儿，回家就休息。说白了，这天跑完回家，你都不冷身、不拉伸都没事儿。你到家往地下一坐，
来杯凉水，多过瘾。没有那么多说这事儿一定就对身体有害，这事儿一定对身体好，不重要。什么事儿都是看实际情况。跑步是个最自然的运动，更不需要想太多。而且我还看一小伙伴说 MAF180，我打算下个周期好好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，就是如果你每次训练都收着，都控制强度，到底好还是不好？行，准备的都回完了，咱们下午直播间见，好吗？我再跑几公里，训练后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7月20号星期六清晨6点49，第4个训练日训练结束。今天跑的少，跑了14.5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59，平均心率来到了150。但是中间在大阪城碰见 Maki 桑，跟着他，我看他在跑1公里的间歇，但是不是全力以赴的那种，跟着他跑了2组，在后边默默的。最近手表告诉我的有氧效果都是提高，像以前都是维持，因为练到现在我这个状态，你想每天都提高，每月都提高，不可能的，甚至可能每年都不一定能提高，能维持就很不错了。像这种热的天气，您不可能指望运动表现和春秋一样，所以我老说就是热带国家，像新加坡呀这种地方，就不太适合搞这种运动。并不是有其他，实事求是的说，确实是。所以你们看这种国家，它就没有非常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，都得是要么四季分明，要么四季如春，对吧？你看为什么都去云南、去昆明训练，或者东非？好吧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、平安。咱们回头再见。